开始。好，今天那个明芳要为我们带来，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现在的天气的。哦，命运之轮男，对不对？它是命运那个儿木局前一个艺术总监，在为歌剧系列要切换到另外一个系列的时候的总结的最后一支，所以要用命运之轮。终结。对。终结前一个系列，对不对？对。因为他前面歌剧系列，他选了不同的歌剧去讲有关爱情的故事，就一个轮回嘛，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支做前一个系列的结尾。然后所以他取叫命运之轮，所以他整个瓶身设计，连盒子啊，盒子的设计都跟它的主题有互相辉映到，就是歌剧的故事里面所有的元素都在里面，对元素。然后还时钟，对，然后瓶身设计，它是用七彩，反光七彩，对不对？对，然后这一支是七彩金，因为它后面又出了另外一支，有瓶身用七彩银 ，OK， 七彩，看一下，然后金色的瓶身，有真的是七彩命运非常的精彩的故事很曲折离奇，这样有，还不错。好，瓶盖是西池式的，对不对？那套一句豪哥常讲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其他就没变。对，它是配合施华洛世奇水晶，因为儿木菊这个品牌本来就是阿曼王国国王本来请调香师调制配要送给客人的礼物。哦 ，OK。然后后来因为大受好评之后，是他干脆自己当 CEO， 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品牌。你说那一个调香师就自己当 CEO？ 不是，是国王。国王哦。阿曼王国决定自己当 CEO， 成立这个香水公司，然后就开始请调香师出一整个系列。所以这个品牌其实在杜拜阿拉伯那边是真的很有红名的，对。因为他们是比较属于皇室尊贵的象征。是。这个牌子其实一开始进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还并不太能够完全接受，因为台湾是小清新调的，那一次要这么重磅冲击这个华人市场的味觉、嗅觉，其实是还蛮大胆的。对，因为它其实香精比例放的比一般香水都来得高，然后因为皇室是 CEO， 那阿曼王国本身就是以香料闻名。所以他用他的香精是不在乎成本的，对，所以他所有的花香，譬如说他自己国家有他独有的银乳香，所以他用的都是最好的香材去做香水。是，那因为香精比例高的香水一定要试身上，是，你才能感觉前中后调的转折跟变化，不然你闻试香子你一定会被冲击。是，这个如同他们国家这50年来富的流油啊，人家说，因为他们靠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油啊，帮他们创造了石油，创造了这个多项的财富，这样，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个香材或者奢华品，你会看到他们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是，象征他们的这个王国的感觉嘛。是啊。OK， 好，那这一支命运之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香调上面，它算是东方新香调。东方新香调，对。那其实它用的很多香材，我觉得跟我们小时候记忆中有很多香味是有连接的。你是说这个系列吗？还是他用的香材？这一支用的香材。小时候很有记忆。那小时候这一支你会想到什么记忆？你要不要先闻？我讲了，你就直接他就说命运了，我就想到了命运悲惨的故事，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悲惨啊？因为我的命运是悲惨的。有我惨吗？对，我把它逆转回来了。很好，好不好？所以我们试试看扭转命运之轮。好啦，不会让你想到那个小时候的记忆跟回忆是好的，是好的，是美好的，就是可能对人对地方的一些熟悉的香味。好，对，这样讲起来就挺好奇的。对，我美好的记忆应该是那个在还没有加到中落之前，
在天母的时候这样。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觉得这一支真的很适合天气冷的时候。你有闻到什么？我觉得我走进了那个迪化街的中药铺里耶，对不对？对，这个是。其实我觉得就不像你小时候对大稻埕的。对。可是它又没有这么的中药，是因为它其实有添加了一些香味，让后面那个木头的感觉不要太冲击。你知道为什么对大稻埕有感觉吗？因为以前这个迪化街这一块大稻埕，事实上台北市起源的发源地就是这个文明都是跟着河流流域开始发展出去的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城市要起来的时候都是沿着河流。那现在慢慢已经转到了火车啦，或者是捷运之类的支线出去了，对不对？那当时这个会很兴盛，是因为这个大稻埕它是一个小型的港口，所以那时候不论是贸易的茶啦，或者是布啦，这些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对，那我爸在70、80年代他是做纺织的，是在做衣服的，所以我们跟这里很有关啊，对，跟大稻埕，永乐市场这边这一带，迪化街是很有渊源的，所以闻到这味道就闻到小时候的这个经常去的，不管是香铺啦，或者是说这个中药铺的感觉，非常的贴近，而且很立体耶，它的这个香材一直好像。你知道这个元宇宙的画面就开始出现了，哇，什么香材在我这边绕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气候跟空气的湿度真的会影响你现在闻到它的感觉。我今天闻到它，我觉得它不冲鼻耶，真的，它很舒服耶。你不觉得它今天呈现的很舒服？很好啊，对啊。就是我其实有在思考一个问题，而我觉得这几年会被大家重新接受，最主要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欧盟禁止用真正的动物香。然后那个动物香，因为它很多的后调可能放的都是有动物香，那它以前是真的不记得，它放真正的动物香哦。所以以前闻的时候，你们一定都会觉得它很冲，然后那个动物香的辛膻调，你一定都会闻到。是，所以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第一当然是它欧盟禁止说它抽掉了真正的动物香这个部分，再来是天气。我们的气候其实也越来越往上升，没有那么冷，对，所以你接受闻到香味的时候，其实那个反差的冲击感不会那么强烈。这也是我最近跟大家讲，其实我不觉得夏天不能喷这种香味，对，因为其实说不定你夏天喷这种香味比较强烈的，反而你感受不到那个反差的冲击。这大家可以留作想象一下，可以试试看，实验看看。因为气温高，它香味，跑得也快。你前中后调跑得快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个刺激的感觉会很快就没有。是。它其实里面你现在应该闻到的是有番红花。对。然后它里面有小茴香。哇，小茴香啦。对。然后可是它放了苦艾酒跟。那个甜菊，去平衡掉番红花姜啊、小茴香的冲击感。是，因为甜菊是甜的，可是你又闻不到甜菊太甜的部分。没有，我刚刚闻到一直是觉得在迪化街里面中药铺，然后吃着火锅，然后这个香料香材无限加到饱的那种调味料这样。你这样讲比较像天香回锅吧？那不是，是叫天香回味。天香回味。啊。可是我觉得他今天在我身上没有这么中药我平常你反而不会呢？我平常闻它很中药，可他在我身上没有。你看我这个，你也还好啊。我还好吗？对啊。但我一直觉得它这个香材就很像在这个火锅里面滚的这个药材，是因为茴香吗？是茴香吗？可能是茴香，但是我觉得它的香料是让人家觉得是舒服的。还有一个东西，广藿香。广藿香很像你走进，就是比较老的房子里面会闻到的木头香。可是也有人说广藿比较偏泥土感，你觉得？要看哪里的广藿吧。广藿还有分不同的，对了。原来是这样。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它那一支香水有配的其他素材，会让它有这样子的印象。
因为有时候 A 加了 B， 它对化学变化就不太一样。因为广藿应该是没有泥土感的，哦，真的、啊，它是树木，而且它不是曲根，所以不可能会有泥土感。有可能是它闻到的那一支香水里面有其他的香材，让它有这样的错觉，泥土感，对不对？而且我发现它的材料都很扎实，你看像这个。油脂分，对，因为它香精比例高啊，是，它只有24%以上的香精比例耶，它已经是一般商业香的香精了，对，可是它一直都很谦虚的说自己是淡香精，就是越有钱的人通常都越低调。这个低调在我们这一个频道好像几乎是对，几乎是不成等号的。就是越有实力的人越谦虚的说啊没有，其实他用的料都是非常好的。是的。哦。好，那在这个前调，你觉得这一支前中调，你觉得这一支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个命运之轮这一支是什么样的场合？我觉得，当你想要很有力量给别人的时候，哦，或是给自己的时候都可以。力量给别人，就是你想要自己很有力量的，对，展现自己，就是给你自己力量，或是你想要让别人无法忽视你的力量。哦 ，OK， 或者是给别人正面能量的时候，也可以啊。因为这个味道会让人家觉得，安定、安心，对。哦，假如说别人来找你倾诉他最近过得不顺的时候，我觉得用这一支就是可以给人家带来温暖的感觉，是啊，给人家安定，然后非常的怎么讲？你可以给他更多的能量，这一支的感觉。我一直觉得香水是有能量，因为其实很多的香材是本身就是有能量，所以你。有时候你每天的心情转换，你可以用不同的香水，这是我觉得是可以帮助自己。那这一支中段的香味，我觉得都很疗愈。是啊，它用了永久花、玫瑰、薰衣草，都是属于疗愈跟镇定或是安定的心的。我觉得它是真的还蛮有力量的。因为到中段的时候，我慢慢感觉这个火锅煮完了，就是火锅煮完了，开始变得。比较平和，比较没有像前调开始包括在冲击的感觉，它反而更进入稳定，然后余温给人家这个温暖的感觉。你觉得你好像被很安全的包覆住？对，就好像一棵大树这样把你环抱起来这样子。假如你心情有任何的这个小受创，或者是最近的这个 out of time。就是有一点过那个什么呀，叫做为时已晚的一段恋情。好，如果你受了一点伤，你可以用这一支，很像很温暖的一个男生，把你包覆起来这样。就是如果你在外打拼，对，遇到什么小挫折，是需要。可是有时候小挫折你没有办法倾诉，对，你需要有一点温暖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香水可以陪你。对，好。而如果这个男生用的话，那就是去陪别人哦。就是最近性不好，来，我陪你到我怀里来。对，真的。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支女生要用也 OK 耶，很 OK 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喜欢木质调的女生越来越多了。对。然后，因为它后面那个温暖的感觉，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是，如果女生用这一支，我的想象就是她有一点。小精力，有一点小成熟，不会显得太过轻浮。那它是可以让人家觉得是一个很有，就是你能够把很多心事跟他倾吐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换做男生呢？我觉得男生用这一支就是安全的依靠，温暖可靠的感觉，不是渣男，不是，这简直就是一个稳重又温暖。那有时候他可能不断的一直听你说话，他可能没有讲很多，但是他就是给你一个微笑，你就觉得你心情就整个转换过来了。我觉得这一支跟那个史诗男都是属于那种
成熟稳重，然后有历练的对，男人很适合，是或是你想要展现这样的感觉的人也很适合。OK， 好，我们前调命运之轮先介绍到这边，好，当然我已经可以慢慢感受到它的中后调会更加的美好哦，真的，我已经背面的慢慢闻到了，我觉得它这盒子图案真的很美，它背面有两匹飞马，刚才看到 OK， 好，两匹飞马，好，给观众看一下。对，它的外包装其实也很值得收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然后它特别是它两侧是一双手。哦，对呢。好，那飞马在这里。然后这一只呢，我觉得有喜欢这要收是为什么？因为它这一对，因为女生已经卖光光了。哦。然后男生现在是还有，但是男生也不再生产。真的啊？所以它已经要绝版了。他在国外说他还是会少量生产，可是我觉得亚洲你是达不到的。OK。对。好，那我们回头再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命运之轮即将绝版的后调哦，已成绝响，拜拜。后调回来了。对。我现在非常的木头。不是。但是我的又更木头。我的是，因为它中后调都有岩玫瑰。岩玫瑰。岩石的岩。OK。然后岩玫瑰它是带点，它是真的有点矿物感的玫瑰花香。对，你讲到这个矿物感，我刚刚想到的是盐巴的盐，盐玫瑰，就玫瑰盐。不是。但是确实有这个矿物感的。你说玫瑰吗？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有点像玫瑰盐的矿物感的感觉。那依然它是木质的。对。木质加上玫瑰盐的感觉。对。盐玫瑰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玫瑰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也 OK 啦，因为岩玫瑰是长在海边的啦。海边的岩石上，所以你可能也会有一点海风咸咸的那个氛围，也 OK。是。对。OK， 那现在后调回来，给你什么感觉？就是大量的檀木跟古巴香子，然后穿插的岩玫瑰的香气。是，哇，讲的真仔细。可是因为它中段的永久花的那个，你知道永久花会有一个刺激你嗅觉的感觉是在的。永久花会有一个，我觉得永久花跟向日葵都会有一个刺激你嗅觉的，我会讲那个是金属感吗？对，矿物金属感。对。就是你会闻到你的大量，我这边拿是大量的木头上有一点矿物的感觉，对。OK。我从这个我后调呢，我从迪化街的中药铺直接走到了海边。码头吗？海边有分为沙岸跟沿岸嘛，我觉得是比较偏红色的岩石。红色的岩石，这种峭壁的海边，那咸咸的海风吹来，那这个岩壁，如果你有闻到漂流木头的味道，它事实上是还蛮明确的。为什么讲中了？你是知道那个阿曼阿曼王国那个什么半岛是？对，它的沿岸就是漂流木，就对了，就不是就是岩石，然后夕阳洒在上面就会是红色的。哇，没有，我只是把我想象的讲出来了。你还被你讲中了，我才真的讲中了，对。它那个阿曼半岛的沿岸是这样。OK， 好。因为如果走到后调应该是下午了。是啊。夕阳照在岩石上是红色的，没错。因为我这个想象，我是从那个我去冰岛的时候，它这个海岸边，它是人家这个沙滩事实上都蛮长，对不对？它这个是短沙滩，那短沙滩这边上面就是玄武岩，玄武岩，然后非常多的这个
鸟类会在那边筑巢这样。那玄武岩这样子一柱的这样上去。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它是正好冬天，它是只有4个小时的白天，那其他时候都是晚上。对，那它的阳光呢，永远都悬在8点到9点的高度，就这样一整天哦。所以你不会说有经过什么中午啦、黄昏没有，它就是一镜到底，就是只有你说它是早上8点到9点的太阳，或者说它是下午4点到5点的太阳也可以，因为它就是只有在就只有那个高度而已。对，所以这个颜色色泽，阳光洒在这个有点橘红，完全正确。对，就大概是我现在闻到这个有一点海风矿物咸咸的这种味道，加上木质感这样。其实我走到后段我才有那个中药房的感觉。哦，真的、啊？我前面反而不觉得。我一开始进中药房，你是后来再进中药房的，真的。我先进，然后出来之后我再换你进去这样。我反而觉得他今天在我身上前面我没有那么的，对我反而觉得很温和。可是现在反而就感觉好像在一个充满着木头香的屋子里面。OK。然后是在岩石边的木头屋里。岩石边的木头屋里。OK， 我觉得它的包覆感一直都很好。对啊。哦。对，包覆感一直很好。你看它油脂还是有到现在都还是油脂还是有对，那它给人家就是从中段到后段，就是给人家一个安定感、安全感、包覆性很强的感觉，这样所以不管你心情或者是受了一点伤，或者是有点小挫折，有点 upset 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支都让人家有安心安定的感觉。因为对外国人来讲，结束就是开始，对，所以然后就像命运之轮一直不断的循环这样子，循环，什么时候可以跳脱这个命运的循环，就完全看自己了。不用跳脱啊，你就是要在命运之轮里面营救一样。所以遇到了渣男，就是还是要一直要命运要轮回嘛，还是要一直重新再。没有，就不要渣男，换一个人就好了。所以我说，充满自信。除非你决定要跳脱这一个循环，不然你就会停在那里。对，然后一直重复，就换个环境，还是又遇到渣男。那你可能就一直停在那，那就代表你停在那。所以我觉得喷了命运之男可以改变你的走向。就你虽然一直在这个宇宙这个时间里一直在轮回，可是其实应该都是好的才对，就是所有的经验应该都是好的。反正它就是让你对所有的无知充满自信。OK， 所有对无知充满自信，这比较挑战的话，因为我们对无知都是比较恐惧的对，所以要打破命运的这个轨道的话，就是要迎接未知，好不好？去挑战未知。那可以放心，这一支命运之轮可以给你做很安心的靠山。但我觉得就是充满自信的香水，充满自信能量的香水。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东方馨香调搭后面是木质香，应该算东方馨香调，因为东方馨香调本来就是木质香。我也会把它定调在东方木质调里面。好，那东方木质调。你的馨香东方调0到10分，你会给它几分？0到10分哦，我今天感觉它可以有9分。OK。因为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是。那我会给它到9.5分。因为我觉得它呈现就是给人家安全感，还有饱和感，扎扎实实的就在你身边这样子。而且这肩膀是非常的可靠的，很厚的。我真的觉得它那个动物的腥膻抽掉之后，它所有的木质调变得很舒服。对，真的很舒服，不会很冲。跟我一开始接触到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OK。好，那你给它9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女生啦，对，我还是会觉得这一支是中性偏男生。OK。然后，如果我女生要喷，我就要很挑我的穿着打扮跟场合。好，那这一支你如果说挑场合跟穿着的话，怎么样的建议？怎么穿？
我觉得就是想要让自己，想要给自己信心跟想要给自己自信心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去谈一个 case， 是，或是我今天要去见比较重要的人，然后我会比较偏是以工作为主的，对，因为有时候私底下那个私交的生活圈的人不见得可以接受这样的味道，可是我觉得工作的场合，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香味。你可以让自己比较有自信心，然后让人家感觉你坚定的那个力量。对。OK， 我觉得女生大概有2个用法了，就是刚刚明芳所说的，这是一个在工作场域里面，或者是增添自信的时候。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这一支女生用可以自己心灵疗愈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对啊，有时候我觉得它偶尔可以当晚来香。是，对。就是你觉得你今天一整天经历了很大的挫折，觉得今天怎么这么不顺？你晚上想要好好放松，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耶。对，喷下去之后，明天就扭转战局了。对，而且它其实所有的香，它后面的什么银乳香啊，然后檀香，那个是可以。好了，那个又另外一个层面，它可以跟高我连结。OK， 好。因为就是以前我们祭拜神明的时候会用的那个香调。我觉得它有有，它确实是有。可是它不是像人家有的香水是，我刚刚这样讲一定会有人讲，那为什么像拜拜的香水？它不会耶，它不是像拜拜那个香哦，它是像你在那个空间里面，是像以前的皇室，我们会点乳香，会点琥珀，会点安息香，那个都是要让情绪安稳的。对，是。对，它有这个作用。对 ，OK， 好，谢谢今天明帮我们介绍这一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来尝试这一支。对，来尝试这一支。那我镜头前再。因为我真的觉得它不管在外形或是香味都还蛮值得收藏，更何况它可能即将要绝版。好，听到绝版就要出来了，哇 ，Fate 命运命运南香，好，欢迎你来现场我们下面有地址，拜拜，然后找明芳，再见。